近日，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展开远海训练。日方罕见派出出云号准航母跟踪，而台媒则注意到，解放军航母进入太平洋，正逢美国航母在该区域处于空窗期。此外，辽宁舰穿越岛链，恰逢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服役2周年，人们也在期待2艘国产航母何时能够双舰合璧。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上周五晚通报，海上自卫队2天前在距日本长崎男女群岛以西约350公里的东海海域发现，中方航母辽宁舰在055型驱逐舰南昌舰、054A 型导弹护卫舰日照舰，还有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护卫下，向东南方向航行。之后，编队前出宫古海峡，航向台湾岛以东的西太平洋。在这过程中，辽宁舰编队进行了舰载直升机和舰载战斗机的起降训练。解放军海空军的御用摄影师日本防卫省照例发布中国舰载机从航母起飞的照片。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已完成航母化改造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和秋月号导弹驱逐舰，以及 P1和 P3C 巡逻机等兵力监视侦察。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另一份新闻稿，辽宁舰穿越宫古海峡的前一天，解放军052D 型导弹驱逐舰厦门舰也同样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分析认为，它很可能也是辽宁舰航母编队的一员。事实上，这已经是辽宁舰航母年内的第2次远海训练。4月展开第1次远海训练时，也是走的宫古海峡。当时，中国海军发言人高秀成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附近进行年度演训，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而中方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跨区机动，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海相关海域展开训练，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因为往常这个可能日本就派他自卫队的一艘驱逐舰呢，或者是其他的舰艇跟踪监视就可以了。但是这次呢，由于这个辽宁舰呢，它是一个编队，特别是它跟了这个综合补给舰901，因为901呢，它可以给航母还有其他的就是水面舰艇进行补给，那它可能这个航程就比较远。那么如果日本派一般的这一艘驱逐舰跟踪的话，很有可能你都没法就是全程的跟踪监视，因为你的油料可能不够，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航母编队到底进入太平洋以后会航行几天，会到哪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线。台湾联合报的文章称，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上周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或在台湾岛附近的西太海域及南海开展例行性演习。而这次演习时机正值美国派驻在太平洋的航母不是航行到印度洋，就是返回母港过圣诞节和新年之际，这意味着美军在西太海域再次出现航母真空。从航线来看，辽宁舰编队远海训练区域包括台湾岛东部的太平洋海域。近日恰逢中国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成军2周年，有分析就认为，未来中国在西太海域将形成双航母编队格局，可以威慑阻止外部势力对台湾问题的军事介入。其实这个双舰合璧已经存在了，就是现实中，因为我们2艘航母都已经交给人民海军了，而且都在加紧训练形成这种作战的能力。那么2艘航空母舰，也就是一起训练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它和1艘航空母舰就是出去训练，它也要搭配相应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个起降飞机。当然，就是2艘航母同时呢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它的这个飞机起降的频度会更高，使用的就是这个效率因为它毕竟是2艘航空母舰也就作战的效能会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日方罕见派出出云号准航母尾随辽宁舰航母战斗群，有海外媒体以中日航母首次同框为题进行报道。出云号刚刚完成航母化改造，并且通过了美军的 F-35B 起降认证，但舰载机 F-35B 尚未到位。有观察指出，日方派出准航母进行追踪确实罕见。出云号满载排水量达2.6万吨，用如此大型水面舰追踪解放军航母编队，从技战术角度来看，并非最佳选择，很可能是不想在气势上输给解放军航母编队太多。尽管有些日本军事专家自我壮胆宣称，出云级只要配备12至16架 F-35B， 就能对中国搭载24架歼15的航母占据上风。但关键是，中国航母排水量大，配备的机种齐全，未来完全可以独立作战。而日本的轻型航母恐怕只能跟班美军才能参加实战。
另一方面，中日也在加强在海洋问题上的磋商和联系。周一，第13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以视频方式举行。磋商由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共同主持。双方一致同意，着眼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全面落实近期两国领导人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和4点原则共识，妥善管控海上矛盾分歧，持之以恒推动务实交流，增进涉海人员交往互动，切实维护海洋安全稳定，将东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好之海。中日双方还达成6点共识，包括充分肯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对接验证取得的积极进展，确认将签署相关技术协议，力争实现线路尽早开通。双方同意继续开展防务交流。中方还重申了在钓鱼岛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敦促日方切实尊重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采取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并就日本在东海、南海采取的影响海空安全的消极举动表达了不满，对日方在台海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进行了交涉，强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要求日方谨言慎行，避免影响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还再次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计划表示关切和反对，敦促日方审慎处理福岛核污染水问题。另据日媒报道，近日一份由日本自民党内的反华议员团体抛出的所谓日本国会抵制中国决议案，因未获得首相岸田文雄的批准而胎死腹中。首相官邸称，在当今这一敏感时期通过这一决议，将会给日中关系带来重大冲击。而作为自民党实际负责人的茂木敏充干事长也拒绝将这一份决议案作为党的决议案递交国会。根据日本国会的相关规定，需要国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案，只能由内阁或政党提出，议员组织没有资格直接呈交国会。值得注意的是，炮制这一议案的人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等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辽宁舰南下遭遇日本准航母伴随，那么吴先生，您如何看待中日航母首次同框的情况呢？航母虽同框，但含义却不共情。我的看法，从差不多10年前大辽入列算起，冬季南下航程可谓常态。瞧，13年11月26号到14年的1月1号，大辽就展开过为期37天的科研试验。此后的公开报道里，11、2月的南下报道就屡见报端，大家都习以为常，倒是对航母编队的扩容印象更深刻。有人说，10年前不变的大辽犹如一位光彩的主角，在他的身边乃至他的身上点缀起越来越丰富的作战元素，从新军舰到新飞机再到新部队，形成了充满生命力的海军远海作战体系。我最想说的，既然是条龙，就必须到大洋深处去游泳。如果说大辽南下的活动是照例行事，那么日本准航母来凑热闹就有点不怀好意了。众所周知，出云舰刚完成了第1阶段的上载 F-35B 飞机的改造，就急吼吼的带着海自的一帮徒子徒孙跟在我们身边跑一圈。军事上的练手和外交上的斗气其实是都有考虑的。首先来说军事上的练手吧，出云从准航母向真正航母化的转变，体现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外向野心。特别是在日美安保同盟的框架内，美国要让日本分担海上责任，充当边外第7舰队。像这次出动的出云，它未来要搭载 F-35B 以及这次搭配海自的其他舰艇飞机，就能变成美国所谓的闪电航母角色，也就是利用 F-35B 的短距起降、机动灵活的特点，让它既能起降在正宗航母上，也能降2栖攻击舰，甚至干脆是盟国的舰艇或者离岸小岛，就像闪电一样，让对手找不到规律，从而灵活出击，增进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的坏反能力。按照美海军陆战队的说法，这就叫做分布式前进起降作战，缩写叫 DSO。 可以说出云此行也是在试水温，看看自己究竟能耐有多大。外交上呢，出云南下也跟美国虎头蛇尾的布林肯东盟访问前后脚，体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下，日本乐意分担美国的防务责任，
企图搅所谓南海航行自由浑水的意图。我注意到，日本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就公开污蔑中国军事缺乏透明度，妄谈中国在东海、南海通过实力改变现状，颇有与美国携手对抗的味道，并以实力来煽动东南亚国家随之起舞。我举一个细节，早在19年的6月，出云就故意绕停文莱的穆阿拉港，而不是经常去的马来西亚的巴生，特别是他故意停在中国主导开发的商务码头上。时任日本防相的河野太郎露骨地把出云的停靠定义为战略性停靠，说什么此举有利于牵制中国进行军事部署。由此可见，日本的竞争心理是多么强烈。